自由时报马英九呢去呼应这种仇日情感，建立台湾国军跟中国大陆军队之间的同仇敌忾的氛围，瓦解台日美日合作的关系。马英九的访陆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行程讲抗日战争，正对日军侵华历史，竟然会变成破坏台日关系。台湾人有一个很别扭的日本情节啊，深陷于后殖民时代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非常的严重。台日友好也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刻意塑造的，只要大陆有相关的好意，民进党全部拒绝，全部封杀，媒体通通都不报道。日本但有一点好意就全部放大报道，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只看到日本的好，没有看到大陆的好。日本对我们的坏我们不能讲，可是呢，当日本现在跟美国越走越近的时候，台湾人巴不得啊跟日本人说，你看我们之前扒的比美国人还要更近，连国防部长都完全由美国人来指派。绿营的媒体说马英九呢是被大陆视为有用的白痴，那你的言论自由嘛，只有我能自由你，何尝不是被美国视为有用的白痴呢？这话都是绿营在讲。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本来说4月8号马习2会，那现在没有会，然后绿的现在开始在笑了。我说你看，呵呵。然后自由时报写了一篇很猛的马被中共视为有用的白痴。然后你的言论自由嘛，对不对？只有我能自由你哈。煽动仇日情绪，中共一直在国际舞台上有用的白痴，这种策略意在对抗西方势力，而马英九则被视为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利用来激起仇日情绪，并成为中共统战策略一部分。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马英九个人的一种利用，也是对台湾地区的一种挑战。自由时报怎么可以写台湾地区啊？不对吧？写台湾地区会出事哦。这些绿营的媒体啊，说马英九呢是叫做被大陆视为有用的白痴啊。那么，那你何尝不是被民进党视为有用的白痴？何尝不是被美国视为有用的白痴呢？好，那这只是视角不同了。那实际上呢，我先前说，就我不是很支持啊。那当然我不反对马英九这次到大陆，因为呢，它会使得目前两岸关系相对和缓。越和缓的话，就越没有办法让赖清德以及民进党的人获得一定程度的教训啊，也没有办法证明在选前蓝白所说的，赖清德当选，民进党当选的话，那两岸变战场啊，这件事情为真。大家就越发觉得说，那赖清德当选，两岸也没事啊。你看，我们就继续票投民进党啊，民进党就永续执政，就把大陆的好意方便当成随便。那不过这当然是因为整个中美大局的一些局势的影响。那当然马英九这次去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正面贡献。正面贡献的就是他到了大陆的一些言行啊，以及呢他所参访的景点发生的一些故事，都可以透过相关的媒体，然后在台湾呢起到一定程度的扩散作用啊，就至少台湾会有一部分的观众能够了解到大陆的先进的科技发展，好，不论呢是去看大疆的无人机啦，然后或者去看比亚迪啦，第一块啊，就是在深圳这边先了解到当前最新的科技的进展，打破绿营的所谓大陆很落后啊这样一个谣言。孙中山的故居，好，那当然我们先继承了中华民国，再来呢就是去祭皇陵啊，还有呢这个看秦始皇，就是他是从民族的血脉一脉的延伸，往上去寻根，最后呢再回到北京，好，做一个政治上的ending， 做一个政治上的结尾。那这过程呢，最可惜的就是台湾发生了很不幸的大地震。对，所以一些马英九在当地很重要的言语，其实在台湾就缺少了扩散的作用啊。就比如说马英九讲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呐，我们是炎黄子孙呐，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孙中山故居讲了，我们应该要谋求这个中国的统一呀。这孙中山讲了希望有一个一统的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当可惜的。那么至于现在绿营呢要抨击的，就讲说，你看本来不是所谓的8号吗？那现在没有8号了，现在跑到10号了，就表示马英九你被当作谁喊马英九你被瞧不起啦。这件事情事实上啊，就是话都是绿营在讲。8号这件事情呢，也从来没有被证实过啊。8号写的最大的是自由时报。对啊，这种话都你在讲。那实际上啊，就是我觉得最为可惜的是，在台湾内部的国民党或者我们讲说在野人士或者泛蓝人士有没有把马英九在大陆的这一趟的言行啊，这个球要能够接住？因为没有接住的话，那就等于是马英九跟几个学生在那边自嗨了。就关键是有没有把这个球接住，就是有没有把两岸和平的这个氛围也好，或者呢是相关的论述，就包含着两岸的同属炎黄子孙啦，或者两岸这个都是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啦。如果国民党觉得有些言论他不太好接，那他至少可以接的接嘛，都是炎黄子孙，你可以讲啊，这个没有错啊。或者你可以讲说，那我们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啊。那如果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叫一统中国这个都不敢讲的话，我就觉得
这也太对吧？这有什么好不敢讲的？你就讲啊，反正现在又不选举，讲白，你现在又不选举，不选举年的时候讲一讲，这又没什么问题。那接下来当然最令人期待了，就是说马英九目前为止，他当然会见了很多台办的官员啊，会见很多书记啦，讲的东西基本上还是跟过往差不多的没有太出格的也没有说太令人意想不到的还是在讲他可能任内9·2共识的一些和平发展跟和平的贡献如果有会面，那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在台湾才可能产生比较大的涟漪。不过实际上呢，那因为他也是卸任的元首，也没有任何的作为，那或者就要看说，那在野的国民党立院党团他们是表达支持的，那这个支持了之后，那有没有具体的主张它是可以落于法律的？国会改革摆在第一个那其实也会遇到很多的阻挠，那老百姓相对来说比较无感。对吧？因为国会改革这议题就是太高大上这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比较没那么相关。那反而很多的，比如说彻底直接废除数发部，对吧？这个大家比较有感什么废除 NCC， 这个大家听了搞不好还比较有感。然后或者陆配6改4，就是具体影响到了一些权益。所以呢，马前总统的这一趟言行我觉得最为可惜，就是因为台湾发生地震，没有办法把他的很多好的新闻、好的内容呢做很大的扩散，那这是比较可惜的。非常羡慕马前总统，故宫包场。去过吗？故宫，北京故宫没有。好，强烈推荐，一定要去。好，那当然啦，因为学历史的很想去。因为很多人的批评嘛，不了解就说你这么喜欢你就留在那边，不是，是你如果从小深受这个文化熏陶，你到了当地看到那个就是有感。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到紫禁城里面这个水缸它那个金的那个边都已经被刨掉了，就是在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有在日军侵华的时候，就来把这些金全部都给刮走，把黄金都刮走。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当然就知道，看日本人真可恶，对吧？日本人真可恶。你看，那台湾同学过去的时候，他是不是你看，所以日本当初也殖民台湾，那这个历史就能够连结起来嘛？就是说，当初清朝末年以及后来呢日军侵华以及日本殖民台湾，这些历史都是不可分割的，都是紧密相连的。就带着这一些情怀跟素养去看这些展览也好，然后或去看这些建筑也好，你才能够理解说晚清时期的悲痛，那你也才能够理解说就是中华民族一定要富强，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你没有过去的这一段历史的沉淀，你当然就没有办法感受。所以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教科书去中国化。日本人侵华对于文物的流失日本旅游你一定几乎都会去一个地方，明治神宫嘛。明治神宫那个鸟居，你去故宫看没感觉，你去日本你去看，还是我们说，你看台湾好棒，台湾被直接掠夺了 Hinoki， 你觉得台湾很棒？这就是诠释角度的问题。然后这也是我刚才给大家读的那一篇《自由时报》讲到这马英九是有用的白痴这件事情里面，你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思考。比如说中共对台日关系的破坏里面，他讲到马英九呢去呼应这种仇日情感呢，去建立台湾国军跟中国大陆军队之间的同仇敌忾的氛围，来瓦解台日美日合作的关系。这种行为不仅对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构成挑战，也对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威胁。正对日军侵华历史竟然会变成破坏台日关系这就跟什么？我觉得如果到这种程度，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像是自由时报跟其拥趸还有这些绿营的受众里面，他们有其中一个很扭曲的心态。正如你们最近非常喜欢批判的黄子佼，对不对？黄子佼确实有很多非常令人非议的行为，还有这个持有未成年的付费的这种私密影片，然后你要假装难道黄子佼是一个很棒很正向阳光的大男孩主持人吗？我这边要做一个政治讽刺，是你们民进党怎么可以批判黄子佼呢？蔡英文曾经帮他祝贺过你们难道是在讽刺当年的蔡英文拉就狗丢喇叭吗？蔡英文难道是个智障吗？他为什么要去跟这个风呢？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暗暗的打脸蔡英文我对民进党这些侧翼非常的不耻。没关系，既有蔡英文还有炎亚纶，他们都不觉得被打脸。10大90年也是蔡英文送给他的马英九的访陆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行程是在讲抗日战史日军侵华的这个部分台湾有一个很别扭的日本情节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台湾人一直觉得自怨自艾这我们就是亚细亚的孤儿我们就是这个雨夜花好苦情同为跟台湾人一样悲惨的有谁呢？放眼四周，拔剑四顾，心茫茫，会发现另外一个亚洲孤儿叫做日本。因为日本呢侵略了所有他能侵略的亚洲国家，所以他现在被孤立，所以他很悲惨嘛。那日本这一次，所以日本有一段时间就夹着尾巴做人嘛，虽然经济很强大，
但是在亚洲就当这个善财童子到处去撒钱，30几到40岁以上的这个东南亚的很多老华人既定印象就是日本人蛮有钱的，而且愿意来这边做一些公益慈善。东南亚对日本的情节也是复杂的，日本人真的是不怎么做人，不要说不怎么做人，做野兽可能都还太高估他。巴丹死亡行军在菲律宾当年发生非常惨烈，他驱赶这些他的战俘，他的这个不人道对待战俘这种行为某种程度呢比纳粹更深，但是呢日本人是一视同仁，在这一点上日本对他的这些俘虏什么，他是非常的，所以非常的残酷的，所以这一些国家的日本情节呢跟台湾略有不同，他们是被侵略这个记忆是非常鲜明的。日本人来这边做善财童子呢，做一点好事是觉得说在经济上日本人确实还可以。那可是呢，没有那一种过度亲日的情节可台湾人不一样，因为台湾人是直接被日本殖民这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觉得台湾人深陷于后殖民时代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非常的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近年来很多的景点都改造成类似日本景点，它非常不伦不类可是实质上日本人对于这个台湾人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一直到了前2-3年的时候这个我阿公有一次跟我讲到对我们家族的一个故事，他讲他的妹姐曾属主，最小的曾属主就是被日本人害死了。他讲到我阿公90岁还是会哭所以他对日本人是充满了戒心，这就是台湾土生土长台湾人所受到的压迫嘛。那所以这也构成台湾人很复杂的情感，受过日本庇荫或者是接受到现在民进党的教育，把日本给美化，我都把它称之为新北投意象新北投那个所展现出来的美好进步的那一面，把它扩及为全台湾人民老百姓都享受到日本的德泽教化。但别忘了新北投里面那些艺妓被日本人拖出去做强迫式动作的时候，受害者是谁？其实都是台湾女人。日本对我们的坏我们不能讲，因为我生怕破坏了都是亚细亚孤的那一份孤寂感。可是呢，当日本现在跟美国越走越近的时候，台湾人巴不得在日本面前跟日本人说，你看我们之前扒得比美国人还要更近。你看我们现在连国防部长都完全由美国人来指派。台日友好的这个东西很大程度也是民进党执政这几年刻意塑造的。很简单嘛，就是只要大陆有相关的好意，民进党全部拒绝，全部封杀，媒体通通都不报道。然后日本但有一点点的好意，就全部放大报道。所以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只看到日本的好，没有看到大陆的好。比如说这次的这个不幸的地震，那大陆也说，我们也愿意帮忙民进党就说的是不需要。对吧？那说谢谢，不需要。然后呢，日本的这个小人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全部都放大报道。大陆也有民间愿意捐款台湾媒体有报道吗？一点都不报道。所以久而久之，而且这只是这一次那往常都是如此那过去呢也有说大陆的这个搜救队来到台湾然后或者像早年大陆的记者还在台湾的时候，那民将就把这些大陆的记者通通都赶走那么不准来，对吧？然后大陆的搜救队不准来怎么可以让你去拍这个大陆的搜救队救出台湾人这种新闻？不准拍。好的，日本的搜救队来他们明明就没干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扩大报道，所以这也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刻意的去做一些渲染跟铺陈那么当然啦，这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想日本确实是有一些好人有好人归有好人但是政治的刻意操作才是可恶的。